请。快使！ 这是千星本，远航时测量星辰用的。据我知晓，要靠此物确定航路。中使，这是他们在海上走私黄金用的航海图。起点是百济国，终点是蓬莱。你们来看，此处有一小岛。瘦子和金桑口供一致，这处小岛或许便是关键。 你是说，黄金藏在这岛上？当务之急，便是尽快过去查看。事不宜迟。金桑虽然满嘴污秽，污蔑了狄明府，但蓬莱一定有人牵扯在黄金案当中。如果风声走漏了，恐怕别人会先行一步。 中使，市舶使派出2条战船为您护航，我会半年左右，不是中使。押上船。是。走。我要走了。小云却想要飞得更高，就要去更远的地方。出去走走吧。困在这个笼中，终究是只能供人玩耍。早安，小娘子。咱们有缘再见。 你在找人吗？怎么是你？刘中使要出海，他想让你上船唱曲。这趟出海或许有风险，千万记住，不要上船。怎么讲？黑夜，找个由头，不要上船，不要上船。 多谢民府提醒。
的。这就对了。还记得海图上说的吗？离蓬莱50里，下沉10丈，便得海泥发红。这么看来，我们驶在王立德的航道上。再过1日，便是海岛。马上！来！玉素娘子，你没事吧？玉素娘子，阿荣，快来帮忙！刘中使，有请2位娘子上楼献曲儿一首。把他交下来！把他交下来！皇良，这是我们在海上漂流的头1日。若我们遭遇不测，你便将此信呈交朝廷，作为凭证，让真相存世。昨晚金利风暴，船上竟藏有歹人，将桅杆和船舵破坏。可歹人究竟是谁？为何让我们困在海上，不得而知。我们已与船队失散，昨晚搜检一番，待今日再做考量。你倒是沉得住气。我这是在帮你稳定人心，船上的水跟食物都很充足，待几日救援总是会到的。只要不乱了方寸，这船上的歹人一定会被揪出来的。也对，刚才那曲子没听你弹过。这是京城扈二娘的新作，只是多了一种记谱法，便于抄诵。哦，
哎，洪亮跟你带的什么东西这么大一箱？出海还要处理公文吗？是这几日找到了一些新线索，还有在县衙里旧书阁找到的古籍。昨日我读了一些，颇有收获。出去转转。好。本来是以备万一，没想到真用上了。这鸽子真能松仙。两位官家，等天黑了，我们便可测出船的方位。狄明府，请用信鸽告知岸上，让他们火速来救援。哎，干嘛去啊？俏姑娘晕船，我去前舱取点水。哎，取水啊！好好说。来给我们唱个曲儿啊！是啊，唱一个啊！你就这样当羽林军的？你少多管闲事！小兔子，咒死你！我洪父老来了！走啊，兔子走。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你。想到什么了？王立德的航海图。哼，我也是。觉不觉得那图上缺点什么？王立德每到一处便会观测星辰，然后和航海图上的标记核对，以防偏航。出事那天晚上，按瘦子的说法，王立德把船停在了某处。假如他是在等什么人，那航海图必定有标记。没错。可偏偏我们找的那张图没有这个标记。不愧是刑部出身，一下就找到了要害。怎么找到确实的标记？侯府郎、狄明府、刘中使召集诸位去舱室。刘中使，刘中使，坐吧。把金桑带上来吧。走。本官虽说一直待在宫里，可脑子并不糊涂。昨晚睡在这船上，随着海浪颠簸，儿时打鱼的本领又记起来。刘中使深受皇后的重用，自然是从小天赋异禀啊。大鱼上钩了，要用叉子插，讲究准、狠。实不相瞒，此次本官带着大家出海，是因为得到了王立德的航海图。奇怪呀，这刚一出海，就有人急着破坏了船帆，他在怕什么？本官思来想去，觉得他是害怕这黄金被找到，退一步讲，也是害怕被本官查到是谁在走私黄金。这个金流入京城已经有一段时日了，这么诱人的宝贝，经过蓬莱，不可能没有人卷进去。巧了，
世伯使顾传主，县衙蓬莱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在这船上。哦，还有2位能歌善舞、奏得一首好曲子的歌妓。你们当中有谁知道王立德和黄金在哪儿啊？中使不辞劳苦出航，小民自当拼死效力。可说到王立德和黄金，小民真的不知道。那你手下也不知道吗？回刘中使，小的只是顾传主手下的一名衙人，一向奉公守法，也没有见过王立德和黄金。可据我所知，这百济国歌妓是你举荐的。那时狄明府在船上找到一名百济人，小的让玉素姑娘去翻译。好像你又想起了一件事啊。官家，官家，昨夜回到船上，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半个月前，似乎想起了什么。是什么？回官家，有一次，王立德喝酒跟别人夸口，说他在岸上有一个相好的，是个歌妓。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这里有2位歌妓，是哪一个呀？哎，回官家，小人没亲眼见过，着实认不出来。不过，王立德曾经说过，这个歌妓是个百济人。前面好像起雾了。是啊，越来越大了。快通报一下！小心，起大雾了！起雾了！快回舱！快回舱！快回舱！快！好大的胆子！你跟王立德相好，为什么不早交代？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，大人！你想害死我们一船的人吗？玉素娘子，饶了我！你别害怕，告诉我，王立德在出海之前，都为你受过些什么？他说这次会走1、2个月，会赚一大笔钱，会回来替我赎身，会娶我的。男人的这种话他也信？他平时都跟什么人来往？不知道，
不知道，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黄金在哪？我真的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那就慢慢想。反正这在船上闲着也是闲着。来人，在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不要！狄明福，阿姐，救我！阿姐。狄明福，周使，听侯副郎说，你昨晚批阅公文到深夜，可查出了什么？既然说到这里，正好，下官有一事要请教。意思是，我市舶使有小船4只，大船1只，用作港口巡逻之用，对吗？守护码头、稽查税金，这是我们市舶使能够出航远海的只有大船，对吗？那又怎么样？10几天前，也就是7月初6，意思是亲率大船摸黑出海，至天明才返，对吗？跟王立德出事是同一天。是。狄明福，这一个金桑还不够，你也诬陷我。出海巡航怎么了？那些贩私货的经常划小船在半夜靠岸，我是收到了线报的。我为朝廷卖命，到你这儿还成了罪状。下官只是想请教一下。请教？你是请教吗？你不如直截了当的问，你就问我，为什么会这么巧？为什么在王立德出事的那一晚我也出海，对不对？是啊，为何这么巧啊？杀人诛心呐！你不如直接说，那一夜出海，我就是去见王立德，还收了黄金。那金桑都说了，私贩的黄金有满满一大箱子，我那大船上有10几个人，如果我藏了黄金，我如何能瞒得了一船的人？刘中士，您若是不信，咱们回蓬莱去问。刘中使，船外起了大雾，我看各位还是尽快回舱室休息，以免意外。回头再查。顾船主，是你吗？狄明府，顾船主，大雾天我四处查看一下。顾船主，你想什么呢？实在是疑点重重啊。是啊，王立德是私贩黄金的经手人，他是个掮客，还是需要买家和卖家2个环节。买家必然是百济人，可那些磨刀作何解释？丹罗和新罗与百济连年征战，都已经快亡国了吧？你的意思是，百济人用黄金走私大唐的军械？为何不可呢？雾散了，都出来吧！
你死士出事了！你死士，快看！我真的是易大人！家主，家主，开门！从今晚开始，老子不单独睡了，我就睡这儿了。白开，你挨着我睡那儿啊！你们两个睡外边。是。只要我出去，就寸步不离的跟着。那个龟孙子敢藏着暗处害我，他一冒头，你们就给我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。自杀，还是被人所杀？回中时，正在查。所有事情皆无定论，干什么吃的？你二人，一个是刑部大员，一个是皇后钦点的县令。中使息怒，若真有凶手，必是利用了大雾，而且这个人一定与义思氏相识，否则他不会不抵抗。船主顾梦斌。起雾时，甲板上有船员，顾船主跟他的随护白凯也在甲板上，并没有见到义思氏。蹊跷的是，我刚刚查到义思氏10天前曾经夜航，人就没了。可惜了，现在查不了了，只能待我们返回蓬莱之后再详查。狄明府。你不觉得此次跟着本官一起出海的人有些多吗？中使的意思是，都哭着喊着要来伺候本官，意思是顾船主，还有2名歌妓。那2名歌妓不是刘中使点名要带上？那是本官初到蓬莱，一支曲子还没听完，就被狄明府你打断了，让本官没听够啊。可是上了船以后，我发现这百计歌妓未讲实话。依我看，这船上没人说实话呀。本官再说一遍，是你狄明府拿到的第1条线索，才把大伙引上船。如果你还查不出凶手，那本官只好自己动手，挨个查。审完玉素，再审曹娘子。玉素，玉素，玉素，好渴呀！我想喝水。啊！水，他要喝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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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。快点，快点！还在流水。把门打开。行，开门。玉素，坚持住啊！200小时，快点！玉素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好疼，好疼。忍忍啊，我给你上药。
小云雀想要飞得更高，就要去更远的地方。出去走走吧。困在这个笼中，终究是只能供人玩耍。你是去见谁？什么？冒着那么大的风险上船，你要见谁？那个人很重要吧？见到了吗？见到了。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人说应该已经收到我的信号，等他吧。我看冥府对生火扎营甚是熟练，应该去过很多地方吧？去过塞外，那可是见多识广，应该有很多人生感悟。人生感悟吧，人生的感悟，要到人生的尽头才能得出。真到了那个时候，回首从前，怕是会觉得一切都只是过眼云烟。是啊，一切都是过眼云烟。以前曾经有人跟我说过，关在笼中的云雀，终究也是供人玩乐。只有行千里路，才能了悟自然之道。那时曹安年幼，懵懂间认为，那才是世间究竟。现在想来，也只不过是一场空罢了。也不一定。人的一生变幻莫测，什么样的机遇都有可能赶上。也许你经历过的每一桩难，都有可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，或伤心，或欢喜。我去捡些柴。胭脂晕染青色芳华，春上花，眉间洒，旧人梦中现，爱同凉。如果是听到
被曹娘子的滨州小调吸引，不知可否请娘子为我再奏一遍？缺了一个，也许是有人拿着它逃生了。你可认得此人？认得就是他，王立德。林府，是王立德。林府，你看，雷英，按照你给我的书信，我真的找到了小岛，这就是你让我找的黄道仪。幸亏几年前有人县令喜欢夜观天象，在藏书阁里有一台，现在都锈蚀了，我鸡毛长工匠修了一下，不知道还能用不能用？可以。历法书呢？哦，都在这儿呢。能找到的旧黄历都在这儿了。王立德留下了3个我不认识的字。这是玉素死前给我留下来的，是琴谱上的字。玉素说过，王立德会抚琴，王立德私贩黄金，必然跟京城的人有来往。于是，他便学会了这京都流行的新琴谱。琴谱上的字既提示了指法，又暗含了2个数字。10代表的是琴的徽位，琴有13徽，千心板一共有12块。这13个数字，足以把千心板包括进来。这个10就代表第10块千星板，对，叫10指。下面这个4呢？4代表的是琴弦，琴有7根弦。这个季节，船员出海，无非要观测6、7个星座。从左往右数的话，第4个便是织女星。哦，
那就是说，用这第10个千星板对准天上的织女星是吧？只要测出3处星辰，再比对航路图，便可以推出王立德留下黄金的位置。那剩下的2个字，没来得及。那岂不是测不出来吗？那王立德貌似是个粗人，可他一定研究过蓬莱的潮汐，或者他背后的人研究过，那个人就是凶手。市舶司我去查过了，那天晚上跟意思是出航的士兵说，意思是的命令是夜巡，但是船上多了一名神秘客，说是意思是的贵宾。此人上船以后一直蒙着脸，士兵们看不清他的面容，所以叫神秘客。明白了，全明白了。那天晚上，意思是带着他一起出海，而航路图一式3份，王立德1份，黑雁1份，第3份就在这个神秘人的手里。我查过那一晚的天气，前半夜星空晴朗，到了后半夜有了风雨，因此市舶使的船必定是在前半夜就已到达指定海域，但是意思是和士兵们都没有见过黄金，因此神秘人应该是独自上了王立德的船，并且杀了他。而神秘人最终把装满黄金的箱子都扔向了海底。黄金扔到海里？我应该没猜错。可是这个人费了这么大的劲，为什么要把黄金再沉到海底呢？他是怎么了？他见不到黄金，他跟黄金有仇？哪有这种人呢？他当然想独吞那笔黄金，他费尽了心机，还是逃不过一个贪字。那天晚上沉黄金处，其实离海岸不远。潮汐志上记载，这里每过100年，便会发生一次奇异的大潮汐。潮汐发生时，低潮的水位能后退10余里，露出一条大海沟。100年的循环已过，大潮汐的发生就在今日。官师，怀英，怀英，你还活着。黄金，你看，这黄金真的不少啊！这黄金全都被我找到了。来，帮个忙，这案子咱们破了，破案了！哈哈哈哈！帮个忙啊！来呀！箱子是你扔到海里的。
怎么可能呢？别装了，这本就不是一起黄金走私案，这是一起军械走私案。黄金只是用来交易的。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？从玉素在我手中留下那个字开始，所有的线索都串起来了。就凭一个字，你就断定我是杀人凶手？凭这箱金子还不够吗？王立德在蓬莱帮百济人走私军械，军械的卖家是朝中那些反对皇后的大臣，而你是他们派出来的中间人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你们的走私渠道通畅，你甚至还教了他一些金城情谱的记谱法，便于走私黄金时联络。不过这一次，王立德遇上麻烦了，黑燕的人找到了他，要他帮助齐劫这批黄金。他知道黄金换军械牵涉朝中权贵，他得罪不起。可黑燕的人手段残忍，他同样不敢回绝。他思前想后，决定向你坦白，向你求助。你这是怎么了，玉兄？前2日黑燕的人找到我，说是要接单船上的黄金，并且答应分给立德一份。若立德不答应的话，恐怕立德必有一死。他想求你借助朝中权贵的势力，将黑燕踢出蓬莱，这样他就可以继续黄金的走私。可你听到之后，却生出了另一个可怕的主意。你和王立德约好了一个海上地点，那个地点是你跟他的秘密。所以航路图一式3份，你一份，王立德一份，黑燕一份。只不过在黑燕的那份航路图上是没有那个地点的。这也就是你打算独吞黄金的地方。王立德按照你们的计划，迷晕了黑燕的船员。王立德途中在小岛停留，是在等待和你约定的时间。可当你上船的时候，他发现你没有带一兵一卒，他便起了疑心。怎么就来了你一个？你带的人呢？他们都在后面的大船上，随后就到。船舱里面我都已经解决完了。黄金呢？这边。怎么放在这里？越是明显，越是不会引人生疑。你的人怎么还没有来？要是被黑燕发现的话，咱们就全完了。王立德坠海是个意外，不过你并不担心。事实上，王立德在海上漂到小岛多活了几日，对你也确实没有产生威胁。你在等待的是大潮汐的来临，你在等退潮的时候来海沟里取回黄金。我没想到的是，你对潮汐居然如此精通。其实这潮汐和星象，我也略知一二。你打算凭一己之力，独吞从百济国走私来的最大一笔黄金。一方面，军械没有丢失，对朝臣你可以有交代；另一方面，你打算做状，黑燕劫走了黄金，而不受百济国人的追讨。做成这么大的一笔买卖，只需要除掉王立德一个人。只可惜，你没料到的是，后来发生的
一连串的意外。你没料到船上还藏了一个百济国的偷渡客，这个瘦子还说出了黑焰船员。 여기 모신 이상한 모신이 있습니다. 저는 모두 다 있어요. 黑焰没有拿到黄金，又折了10名船员，本就窝火，结果还暴露了行踪，遭到朝廷通缉。于是，他们便派出了金桑冒充幸存者，他还咬出了蓬莱所有的大人物，其中一个就是姓顾的船主，船就是他的，这是贡献。还有一个姓易的官家，喷人你。 然后黑焰又故意给了一份航路图，把我们引诱到了海上。其实那时，我还未联想到你。当众人被困于海上，原先的一些秘密便藏不住。奇怪呀，这刚一出海，就有人急着破坏了船帆。动沙看！ 本官思来想去，觉得他是害怕这黄金被找到，退一步讲，也是害怕被本官查到是谁在走私黄金。头一个露出马脚的是一潘，他无法解释为什么那天晚上带着世博使的船出港。我不知道你是如何控制一潘，让他为你效劳的。我猜啊，无非2点：一是以刑部办案的名义。 2是他从前不查私贩黄金的船，从中捞得好处，而这成为了你要挟他的把柄。有人想杀易四世和我灭口。黄金船出事的那一晚，易四世被一个神秘人出了海。那人是谁？他不肯说，说泄露了秘密。 会掉脑袋！顾船主，是你吗？在船上，这秘密就快瞒不住了。于是，你勒杀了一潘。你把一潘的死伪装成了自杀。顾梦兵未必知道你的秘密，但一潘的死吓坏了他。 你怕顾梦兵知道了什么，于是你方暗箭射杀。为了掩盖黄金的秘密，你变得如此丧心病狂。敌人劫，力冲外敌，人体相见。发！我万万没想到，你最后一个想杀的人是我。 为什么？为什么这箱金子让我的朋友变成了一个恶魔？这箱金子可以让我换回我要的东西，你懂吗？洪亮，多亏你及时派船营救本官。 这就说明，如你刚才所说，这批用来走私的黄金，是那侯玉提前算出了潮汐即将退去，才提前沉入了海沟。当心点！哎，这狄仁杰办案有点意思。好，好。那是本官错怪狄明府了。刘中士，很快就涨潮了，时间不多了。去。 速速派人接应。你去吧。好，供出你背后的朝臣，跟我回去自首吧。你住嘴！我侯家3代为大唐效力，我祖父从小就教我天文海事，让我成为不世之才。但皇后掌权，我没有指望了。那些不服皇后的老臣。 个个都不是什么好人，他们让我去走私黄金，让我和王立德这样的人为伍。王立德是什么？是个屁！而我要做一番大事业，
你以为我真瞧得上这些黄金吗？是皇后免了我的官，那些老臣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我说话，他们全做了缩头乌龟。你现在只有投案自首这一条路了。淮阴，我们还有第二条路。这黄金，我一块不留，全都送出去。那些死的人，都是走私黄金的重犯，被我们除掉了。他们死有余辜，他们罪有应得。这黄金案被你敌人揭破了，你可以拿着这些黄金去找皇后交差。淮阴，你记不记得我们在京城诗酒唱和，意气风发，指点江山，你记得吗？帮我一次好吗？放了我。拖欠租金，区区几个小钱，何必要惊动顾大船主啊？中士所言极是，只是查出的货物非同小可，是墨刀。我大唐军中墨刀，淬火金两，锐不可当，依唐律，不得私藏倒卖。可经屋主证实，8年来有多批货物进出，本官查出的这一批，就有墨刀100把，幅员弩80副。顾船长，我想请问你，一个牙人倒腾这么大笔的武器，可以销往何处呢？既然说王立德出海，狄明府就应该出海捉拿便是，何必跑来扫中使的雅兴？在下已经说过了，从未雇过这么一号牙人。哎，顾船主，狄明府说你雇了那个牙人，哎，证据何在啊？娘子，别听。意思是，根据市舶使的告示，上月出入本港的顾家船只有15艘，码头上有个油灰铺子，依据他们的账簿显示，上月购买油灰的顾家船只有足足20余艘。油灰，防水止漏。正是。这说明顾家的船有明船也有暗船，这牙人恐怕也是有明有暗。狄明府，码头归我市舶使管，每一条船收1成的税。你说有明有暗，是告我失职喽？狄明府说王立德效力于顾某的船，又说船不在市舶使的告示上，那岂不是成了鬼船？顾船主，如果你手下的牙人贩卖刀弩，那可是谋反。小人冤枉，请中使明鉴。意思是，狄明府说市舶使漏税啊，这非同小可，待下官回去好好查查。本官初到蓬莱，有些困倦了。我看这件事，不如从长计议吧。中使，此案事关重大，可否请顾船主留下，容我问个清楚？听狄明府的意思是怕本官护佑他2人。不敢。小，你快看。疯子，别动！
天家兄弟，干什么？天家兄弟，自己人，自己人，误会，明府，明府，救命啊！明府，明府，救命啊！住手！明府，都别急了，徐明府，你的人。二人确实是县衙公差。那这些是？这些是顾传主。狄仁杰，你突然前来给我下套，要诬陷本官受贿吗？下官绝无此意。帮人退下。狄仁杰，节制。往后抑制。狄仁杰，据查，近日有100骑黄金经蓬莱流入京城，朝中乱臣用其收买人心，扰乱市集，图谋不轨。限你1月查清此案，逾期未破，与私贩黄金者同罪。有艘船，看那边！看那边，船过来了！你看那边，船上好像没人，这是鬼船吧？走过去看看。越来越近了。船上好像没有人啊！真的没人？鬼船！这是鬼船！奇怪呀！这船被我们调过来了！搜仔细了，这边没有。这个箱子来了，那给我仔细的找，把那箱子都给我拆开，到底看看里面是什么。进两个，来了。刘中使奉旨办案，昨天晚上，摆明了就是想敲顾船主和义思使一笔，赚足他俩的好处。你可倒好，把他的好事给坏了。昨晚真是意外，我疯了。早就跟你说了，小心行事。皇后现在谁也不相信，朝中官吏但凡被怀疑，轻则降职，重则流放。你不能在这儿失了。
这不是你意气风发成本事的时候。知道了。尹四师，可查到了什么？刘中使，下官来了，下官来了。回禀刘中使，这条船诡异的很，确实是条鬼船。有这等怪事？船舱查了吗？看了。船舱之前是有水手的，住的用具也都在。火房里面还有米和面。如果说是遇到了海盗袭击，杀了船员，那肯定是有打斗的痕迹啊。但是刀痕、剑痕都没有，莫非是他们受了惊吓以后一起跳海了？那船上的货物呢？就是些毛皮、草药，不值几个钱。可知道那些货物是从哪运来的？那就难说了。讲。漠河国、百济、新罗、丹罗国、倭国都产这些东西。看这船的样式，分明是我大唐海船。我自幼在海边长大，这骗不了我。回中使，顾某的船队里绝没有这条船。坏了！大唐海船居然无人认领，这船上的水手也离奇失踪，难不成还真是条鬼船呀？啊！来，给你们看样东西。你们看看，这识得吗？这就是2个金子。可有什么区别？一粒是沙金，一粒是百济金。狄明府好眼力。沙金产自河流，都有杂质，便是这一粒。另一粒色泽细腻，若是未经过提纯，必是产自山脉。据说百济有矿脉，其金子状如蚕豆，便是另一粒。刘中使若是怀疑此船跟走私百济金有关，请让本官上船勘验。这查验进港的船只是我师伯使的事情，何时轮到了县衙的人？侯夫郎，你以为呢？不如让他试一试，要是什么都查不出来，也可以挫一挫我这位同窗的锐气。谢刘中使，侯夫郎。